大家好啊，今天讲长期喝咖啡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现在在职场上有很多牛马，每天都需要靠咖啡才能续命。那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带有苦味的饮料？那其实除了我们普通人啊，还有很多天才也喜欢这种味道，而且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啊，也都有自己的小癖好。比如贝多芬，他每次喝的时候啊，都要数出60粒咖啡豆，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之后呢，再自己研磨泡成咖啡。但要知道啊，这种饮品它对人脑的刺激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到它很神奇。那包括现在有很多研究对咖啡的说法，也基本上都是正向的。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喝下这种黑色的饮料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问题？那首先啊，我们喝的咖啡啊，它就是把咖啡树的种子加热干燥，再用水一冲泡就可以了，有一点酸酸苦苦的味道。对于喜欢喝的人啊，会觉得冲泡开的咖啡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可以提神。那这也是为啥它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具有代表性的饮料之一。而它的起源啊，直接就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那最开始的时候只在阿拉伯半岛流行，那后来通过欧洲啊，才传遍了整个世界。而这种饮料它可以让人提神的关键，就是在它里面含有的咖啡因和一些对人体有影响的多酚类化合物。那尤其是最近科学家和机构啊，都开始研究咖啡的独特性和它对人体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那比如大部分人在喝完咖啡，第一个能感受到的就是提神醒脑，还有提高注意力。那根据研究显示，每天喝1杯到2杯咖啡，那这其中含有的咖啡因啊，可以让人的注意力提高5%左右。你千万不要小看这5%。那如果你每一天都在做重复性的工作，那这种提升它就非常明显了。那尤其是针对经常坐办公室的人来说啊，简直就是提神的强力武器。而且让你想不到的是，咖啡因还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减轻疲劳，增强肌耐力。那这个是根据200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的，每公斤体重摄入6毫克咖啡因，100米短跑的速度就能提高0.14秒。那虽然听着不多啊，但这种提升对运动员来说就像是撒旦的诱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一度让咖啡被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认为是禁药。当然啊，也有可能是资本的关系啊，让这个禁令在2004年就被取消了。也就是说，只要在比赛规则允许的情况下，不是刻意的为了提升运动表现，你去喝咖啡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我们现在听到的、看到的咖啡啊，它的身上基本上全部都是优点。但一种饮料它到底是怎么让你变得更聪明，变得更有力量，而最重要的是，长期喝它真的安全吗？那其实啊，答案就藏在大脑的觉醒控制系统里。举个例子来说，一杯150毫升的咖啡大概含有60到90毫克的咖啡因，它可以通过小肠吸收进入到血液，最后再进入到大脑里。但是吧，在我们的大脑里有一种叫做血脑屏障的保护系统，它可以阻挡外来的有害物质。而这个屏障虽然厉害，但它却防不住溶脂性的低分子化合物。那恰好咖啡因就是这种溶脂性低的物质啊，所以它可以轻松的就穿越这道屏障，大概在30分钟之后呢发挥作用。那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兴奋剂、海洛因、可卡因、酒精、尼古丁、大麻，这些都属于溶脂性低的化合物，可以轻松的就突破血脑屏障的防护，改变大脑功能的同时啊，让我们进入成瘾状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咖啡因的工作原理其实跟药物非常相似。因为咖啡因它在进入大脑之后，会跟神经细胞上的腺苷受体结合在一起，而这个腺苷受体它的作用本来就是接受身体发出的各种疲劳信号。但神奇的是，咖啡因和腺苷的结构差不多，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它会占据受体的位置，抑制腺苷发挥作用，阻断身体释放的所有疲劳信号。那此刻你喝完咖啡，精神就变得特别好，注意力也会变得特别集中。那甚至啊，有些人第一次喝完咖啡之后呢，还会出现失眠、睡不着觉的情况。那现在说完了咖啡因提脑形神的基本工作原理啊，再来说一下这种提神方法，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其实是非常暴利的。因为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咖啡因它确实有急性毒性。也就是说，你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咖啡因，可能会出现腹泻、呕吐、焦虑、易怒这些问题。但只要不是跟减肥药啊或者其他兴奋剂一起使用的话，基本上都是安全，不会出现生命问题的。
那如果你每天都必须要喝咖啡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依赖性和成瘾问题了啊！因为咖啡它是通过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人成瘾的，但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因为它的成瘾强度远远低于包括兴奋剂在内的尼古丁、酒精和麻醉药。而且根据研究显示啊，咖啡因的依赖性啊只有酒精的1/50，尼古丁的1/10，并且咖啡的成瘾它是可以在短期内消失的。还有一点就是，每个人对咖啡的敏感程度其实跟遗传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你的成瘾依赖性大不大？不是你自身的问题啊，是你父母的问题。那总体来看啊，咖啡虽然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只要不是大量的喝，它对身体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除了提神之外，它还含有很多对健康有帮助的成分，比如多酚类的抗氧化物、氯盐酸和生物碱。那这些都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风险，甚至咖啡因和这些抗氧化合物还能降低帕金森和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风险。那更好玩的是啊，含咖啡因和无咖啡因的咖啡都可以降低新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也就是说，就算咖啡里面没有咖啡因的成分，同样对身体也有很大的好处。这也是为啥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它的真正作用是什么。那结果发现的大部分都是对身体有益的效果。所以相比来说，这点依赖性啊，只要控制好饮用量就不算什么问题。那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也早就学会了如何去利用它。那最后要提醒一下，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喝2到3杯咖啡都是可以的，只要咖啡因的含量不超过400毫克都是安全的。但是啊，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和儿童除外。那如果你真的喜欢喝咖啡，那每天2杯就是你的上限，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去调整。只要你不讨厌它的苦味和咖啡因，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你日常必备的饮料。